对于中国传统武术有兴趣或者是痴迷于研究自由搏击的人，曾经在网络上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中国有没有那种继承了传统武术的绝世高手？他们一出手就可以制敌。之所以没有在大众面前表现自己的实力，是担心下手过重致人死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普及和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都假冒某一名门正派的继承人博人眼球。他们会举行一些搞笑的擂台赛，为自己带来热度。但实际上，这些所谓的武术高手大多都是一些没有丝毫武术修养和底蕴的普通人。真正的隐士高手从来不会在外人面前展现自己的实力，更不会登上所谓的擂台与人进行打斗。专家曾经描述过中国古代武术的内涵。其实所有的习武之人都需要经过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便是修身。修身指的就是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古代的传统武术主要应用于战争，战争是残酷的，稍有不慎便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保持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强大的体魄是继续修炼传统武术的必要条件。放眼古今，那些在武学方面有所造诣的人，无一不是有着强壮的身体。除了提高身体素质之外，养性也是古代练武之人必须经过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确保自己入门之后，便开始用自己所学的武功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控制自己的欲望。很多人在拥有强大的能力之后，便会变得焦躁不堪。他们会时不时地将自己的武功作为资本，做出一些违法乱纪的事情。这样的行为在古代习武之人眼中是大错特错。古代的练武之人毕生目标就是用自己的能力为国分忧，为民分忧，而不是以武谋私。一般的习武之人只能够做到修身养性，便已经非常成功。但是相比较于修身养性来说，习武之人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最难达到的境界，便是能够正确的看待武术的概念。真正的武术大师或者是一代宗师，他们在学成之后往往都不会刻意的表现出自己的能力，而且真正习得武术精髓的大师并不会想要将自己的一身绝学传承下去，因为他们知道所谓的武学精髓只不过是练武养心的过程。因此这些人不会将自己的过人本领当作是炫耀的资本，自然也不会登上擂台和人战斗。要说起现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可以将人一招制胜的隐士高手，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那为什么这些人从来没有出现过为中国传统武术证明，没有登上擂台展示中国古代武术的强大破坏力？这是因为擂台上的搏击技术和中国武术所宣扬的本质意义不同。站在擂台上面，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击败敌人的要求，已经和传统武术所弘扬的以武会友精神背道而驰。搏击格斗是动态的，在战斗之前需要分析对手的出拳路数以及节奏步伐，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客观因素会影响到局势的最终结果。然而古代的传统武功讲求点到为止，并不是太过注重最终结果。那些真正拥有一招制敌本领的绝世高人，根本就不屑于在擂台上用这种争夺输赢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实力和所谓的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在他们看来，擂台上面所表现出的格斗方式根本就不能称之为中国传统武术，更像是一种细枝末节的艺术表演。很多具有权威性的搏击教练和格斗专家对于中国传统武术十分不屑，多次公开设置擂台，想要让他们的自由搏击和格斗技术与真正的中国传统武术一决高下，但是却没有得到那些武术高人的正面回应。这也让越来越多的人都认为，2000多年流传下来的中国古代传统武术只不过是一个笑话，其实战能力和破坏力远不及近代风靡流行起来的自由搏击和格斗。再加上那些所谓的网红冒充名门正派博人眼球的举动，让很多人都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正统性产生了怀疑。其实能够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几千年的时间，足以看出中国传统武术的突出之处。而且中国的传统武术和这些自由搏击格斗技巧有着完全不同的本质，更没有放在一起比较的必要性。要想真正发掘出中国传统武术的精髓，就必须要用正确的眼光去看待一直以来被人冷落误解的传统武术，只有这样才能发现传统武术历经几千年传承而不散的原因。